传书后，我成了虐文女主的后妈。好消息，家里特有钱，黑卡随便刷。坏消息，我是恶毒后妈，每天以虐待女主为乐，后来被男主拔了腰子。看着跪在我面前憋着2泡泪的粉嫩小可爱，还好一切都来得及。我发誓一定要用爱心治愈女主，做绝世好妈妈。系统，不，你必须维持恶毒人设，不然本系统提前赶你腰子哦。我用手指着女主，一脸恨铁不成钢。你都3年级了，语数英科倒数第一，你不嫌丢人？你后妈我都嫌丢人。来 ，PAD FCE 剑桥英语考级安排起来，4大名著读起来，奥数一定要上高斯创新班，不然你别想吃饭。良心鸡娃，我要认认真真做个恶毒后妈。我本是海淀妈妈，正在鸡飞狗跳指导娃做奥数题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后，我有些发懵。身处富丽堂皇别墅房中，一个粉嫩可爱小萝莉挽着裤腿跪在我面前，眼含2泡泪，要掉不掉的小模样太惹人怜爱了。心软宝妈最看不得孩子哭，连自身面临诡异处境都顾不上，赶紧将她抱在怀里，轻轻拍打她后背。小朋友，告诉阿姨受什么委屈了？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呀？小姑娘跟看鬼一样看着我，身体更加瑟瑟发抖。我心里一凉，怎么的呢？看她这意思，她的委屈是我造成的。不可能吧？我这人从来不欺负小孩子。突然脑中叮了一下，一个机械音响起，欢迎宿主来到经典虐文霸道总裁后悔了书中世界，恭喜您成为女主安可可的后妈临近。我实话了，是我承认中年大婶压力太大，工作鸡娃之余偶尔也会看看狗血爱情小说，顺便幻想一下摸一摸霸道总裁的腹肌，但不至于用成为后妈这种方式惩罚我吧。这本书我前几天刚看完，只要女主后妈出场，我就要心肌梗塞，实在是这个女人太坏。色诱富豪上位，人前贤妻良母，人后从身体和精神2方面虐待摧残女主。正因为有隐身老爸和恶毒后妈，可爱女主才变成落入性子，掉入霸道男主手中，被花样虐了400-500章，奄奄一息之际才让男主幡然悔悟，然后匆匆大团圆结局。还好此时正是后妈第一次虐待女主，一切都来得及。我一脸郑重，系统我懂，你们一定是让我用爱心治愈女主，做个绝世好妈妈。放心，一定完成任务。系统，不可以哦，你必须维持恶毒后妈人设，保持世界稳定，不然本系统提前赶你腰子哦。我维持稳定对我有什么好处？系统，你是不是觉得鸡娃挺痛苦？我点头，想不承认都不行。系统，鸡娃不如鸡自己。如果你顺利完成任务，书中世界归属你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可以带到现实世界成交，但凡犹豫1秒，都是我有病。我蹲在女主面前，用食指戳着女主脑门子，一脸恨铁不成钢。安可可，你都3年级了，语数英科倒数第一，你不嫌丢人？你爸爸你后妈我都嫌丢人。别人都是中队为2道杠，你哪怕弄了1道杠也行，可你啥班干部都不是，你心里不难受？讲真，我虽然鸡娃，但我一向是和风细雨的鸡，从来没这么直白打击过小孩。可没办法，为了维持人设，我只能昧着良心当变态虎妈。女主连哭泣都忘了，睁大杏核眼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无措。我脸拉得更长，气得拍着桌子吼叫：你竟然不知道哭！你都这么不优秀了，为什么不哭？知道什么叫知耻而后勇吗？脆弱女主的眼泪终于滴答滴答掉落下来，梨花带雨惹人怜。正在这时，女主爸爸回家了，恰巧见到这一幕。林静，你在做什么？你竟敢欺负我女儿！你要做不好，后妈就滚出我们安家！我被这震天吼吓得打了一个哆嗦。书里明明没有女主爸突然出现这一环节，印象中应该是女主长大后，她被后妈长期虐待的事情才被揭露出来。我当时还捶床大骂女主爸不做人，她明知道林静是后妈，却一点防备心没有，甚至在女儿曾经求助时3言2语就被哄过去。这男人每天忙着和白月光沉迷爱情游戏，酱酱酿，真心顾不上家族联姻生出的孩子。就因为女主爸不作为，才让后妈更加嚣张。可为什么我刚来就要被女主爸大骂？这不公平。不过我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中年大婶，能被这小场面吓住。我深呼吸几口气，怒目瞪向便宜老公，你吼我，你有脸吼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惩罚可可吗？你问过可可成绩吗？你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吗？你知道她在学校在班级是个什么处境吗？可可亲妈不在人世，你作为亲爸是不是应该更加尽职尽责，当一个温暖好爸爸？可你却天天忙于工作应酬，心里眼里哪有孩子，哪有这个家？我连猪炮一样反击回去，便宜老公都傻眼了。你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竟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叹口气，语重心长道：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以后你继续负责赚钱养家，可可交给我就好了。我转头将可可抱到沙发上，双目凝视着他，知道自己错了吧？可可用可怜巴巴小眼神看看他爸，见他爸没有为他撑腰意思，只能乖乖点头，小声道：知道了。我严肃面容瞬间转为微笑慈祥脸，用手轻轻揉一揉他的细碎头发。我们可可真是好孩子。PAD
FCE 剑桥英语等级考级过了吗？分数是通过、优秀还是卓越？可可双目无神摇头，一副完全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玩意儿的表情。都没有，那你可不行。优秀小朋友都是幼儿园就能考出 CAT。如今虽晚但也来得及，今天妈妈就给你报个英语班。四大名著读起来没？只读了《西游记》。那妈妈简单考你一下，奥莱国在世界4大部洲的哪个部洲？如意金箍棒重多少斤？玄奘父亲叫什么？可可双目痴呆。可可，你没用心读哦，咱们立刻报一个大语文阅读。女主哭得比刚才跪着时候还惨，但我依旧狠心继续问：奥数报班没？什么？一个班都没报？那不行，妈妈亲自带你刷高斯导引，顺便报个高斯数学辅导班，一定要冲上创新班进集训队，普通班一文不值。女主哇一声哭昏了过去。来呀，狼性鸡娃呀，认认真真做恶毒后妈呀！鸡娃使我快乐，赚钱让我癫狂。我当天便迅速约了语数英3科试听机构，又从狗东下单了一整套 RICE 分级阅读和高斯导引，顺手把订单消费截图微信发给女主爸爸。女主爸，我给可可买的学习教辅，请支付宝转账。这渣男很久没搭理我，我体谅渣男，因为他白月光瑶瑶今天心情不好，买醉痛苦中，他忙着安慰去了。白月光当年不知什么原因嫁给另一个豪门，婚后生活一直十分不幸，经常被家暴到离家出走。白月光一出走买醉，女主爸必定随叫随到作陪，比3陪还低3下4那种。原主为了这个经常和女主爸撒娇闹腾，换来的只是更加厌恶。原主靠酒后色诱上位，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女主爸事后很讨厌她，但当时他想威胁白月光离婚后嫁她，于是娶了原主，只不过一结婚就分房睡。原主和女主爸爱恨纠葛我不管，但买教辅的钱必须他出，毕竟好几千块呢。我以为女主爸要赖账，没想到半夜突然手机响了一下，支付宝到账10万，10万，还让不让我这个穷鬼睡觉了？有钱就有动力，从此我全情投入鸡娃大业，发誓每天都要把女主虐哭。每天早上名著读书1刻钟，上学路上英语听力半小时，下午3点半打拉接回家，先是1个半小时大户外机演，接着辅导班，再然后刷几道奥数题，最后刷5本 RICE。若是不能高质量完成任务，那女主就别想睡觉。2个月后期末考试，安可可同学成绩从班级倒数前10进入正数前10。女主抱着试卷哭了半天，完事冲我甜甜一笑，暖阳绽放般好看。系统突然出现警告，警告！女主对宿主好感度提升至50%，一旦到60，电击警告我。小董你过分了！我拍拍女主小脑瓜子，孺子可教，再接再厉。不过你数学成绩尚未达到目标，从今天起我们每天加刷5到3星难度奥数题，进一步开拓数学思维。刷过高斯导引的都知道，1、2星是巩固校内，3星是略有提升，4星5星都刷完才能开启竞赛。女主这水平，3星就能让她哭唧唧。果真，刷了5道题之后，我问系统：小统，女主对我好感值多少了？系统10%。奥数真的能让感情迅速褪去？开玩笑，奥数能直接泯灭人性。女主哭唧唧，我却乐颠颠将试卷一一拍照发给他爸。可可好棒，这次进入班级前10了呢。玫瑰，女主爸又是半天没理我，然后半夜支付宝到账50万，毫无人性。女主爸给的太多了，让善良的我只能昧着良心继续往死里鸡娃。安可可同学要怪请怪你爸，我真的拒绝不了金钱诱惑。夜里全是发财美梦，只是第2天看到家长群里消息后我炸了。一个叫薛成义妈妈的发了一篇800字绿茶小作文，简而言之，暗戳戳 diss 我们可可抄袭作弊。我虎着脸坐在饭桌前，女主见了我忍不住缩成一团，小声问：阿姨，你没休息好？我大手一挥，将她摁在身边问：你们班那个叫薛成义的是不是学习倒数？女主一脸你怎么知道的表情看着我，比我原先好一丢丢。看吧，真正好学生才不会随意怀疑人作弊，只有这种同档次且人品差的才会没有证据便质疑别人。对付这种不要脸绿茶我在行。我正要敲字回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本书男主名字就叫薛成义。我赶紧确认，可可，这个薛成义爸爸是不是薛氏集团总裁？妈妈是不是叫瑶瑶？女主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只听说他妈妈姓姚，家里很有钱的样子，但是不是什么集团不懂。我追问，这男孩有没有欺负你？比如揪你小辫子，往你衣领里塞枯草树叶虫子，或者总悄悄伸腿绊倒你之类。女主低垂下脑袋，眼泪滴答滴答砸在饭桌上，泛起小小涟漪。我的心又化了，我恨自己竟然忘了这一茬。书中男主和女主是青梅竹马，只是男主喜欢女主的方式有些犯贱，小时候小欺负，大了往死里欺负，性子易燃易炸，事后还总哭着说是因为太爱女主才那样对他。而女主缺爱又性子软糯，只因男主给她一点点爱，她便把男主当作发光发热体，哪怕被虐到遍体鳞伤，却总是选择原谅。且男主亲妈瑶瑶也不是个玩意儿，他就是女主爸爸的白月光。
白月光嫁人后依旧和女主爸勾勾搭搭就算了，还总是撺掇儿子欺负女主，许多恶心事的幕后主使就是他。如今我是后妈，鸡娃归鸡娃，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孩子。我捧着女主粉嫩嫩小脸蛋，平视她纯净清澈双眸，一字一句道：可可，你有爸爸阿姨，在外面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我们，阿姨帮你撑腰，帮你打回去，千万不要憋屈，自己懂吗？记住，你是安氏集团唯一的千金大小姐，武则天女皇能撑起整片天，同样是女人，你也可以撑起整个安家，而不是处处退让，一辈子被欺负，明白吗？可可的眼圈更红了，她扑进我怀中大哭：阿姨，我懂了，我以后一定要比所有人更强，我要打败所有坏人。我握起拳头给她加油打气：我们可可好样的。系统，女主对宿主好感值持续上升，正直逼60分，电击预警：去你的，就不能搞点温情？我抬手不轻不重打了女主脑袋一巴掌，呵斥道：哭哭哭就知道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不要博取廉价同情，立刻吃饭。上学前做完一道高斯4星题，女主瞠目结舌望向我，憋得满脸通红，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又激又虐女主一把，等孩子上了学，我便抱着手机美滋滋开对男主骂：某个女人可真有意思，自己总是用作弊手段半夜叫走别人爸爸，难不成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脸没皮？自己成天忙着谈情说爱，没工夫教育孩子，搞得儿子学习差就算了，还天天霸凌小姑娘，连累小姑娘都不能安心学习。小姑娘每天放学后努力学习，才好不容易跟上班里进度，怎么的呢？小霸王亲妈不乐意了，是不是觉得小姑娘进步太大，显得你儿子特别无能，所以觉得不甘心？要真不甘心，你再用老手段哭着跟小姑娘爸爸告状呗，看看到底是你这见不得人的小情儿分量重，还是他亲生女儿分量重。我这一通直球打出去，群里瞬间安静如鸡。过了足有半小时，薛成义妈妈才再次发言：安可可后妈，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之前只是好奇安可可同学到底用了什么学习方法才能迅速提升成绩，可能用词不太恰当，可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如果是我错了，您可以指出错误，何必造黄谣？你知道黄谣对女人伤害有多大吗？大家都是女人，你为什么这样咄咄逼人，不留活路？我都气笑了。旁的不说，自从原主嫁进门，但凡瑶瑶老公出差或打了她，她必定找女主爸爸赔，哪怕平时不见面，那也是微信早中晚3顿聊。这会当贞洁烈妇，她也配。我先甩出一张翻白眼表情包，然后继续对：别废话，要么给我和可可郑重道歉，要么我抛出照片时捶你，你选。后群里再次安静，男主妈再也没敢发言。他这番操作是个人都清楚谁对谁错。我正得意的笑，电话响起，拿起一看，我表情瞬间变地铁老人。嚯，男主爸这时候给电话，意思很微妙呀。我想不接，可对方是金主，咱也不能太清高不是？于是我摁下接听键后，立刻远离听筒，手机里传来狼嚎声：林静，你这个心机女，一心爬上我的床还不够，竟然敢欺负瑶瑶，你到底想怎样？这渣男竟然没飙脏话，鼓掌表扬。等女主爸说出完了，我拿过手机平心静气问：安思妍，你的大宝贝瑶瑶具体说过我怎么欺负她的吗？男主卡壳10秒钟后回答：欺负人就勇于承认，为什么总转移话题？我笑了。安思妍，我挺心疼可可的，别人家孩子都有爸爸妈妈疼爱撑腰，比如薛成义妈妈就因为她儿子考得比可可差，便在妈妈群发绿茶味十足的小作文诋毁可可。你也挺可悲的，哪怕你天天帮着那个欺负你女儿的人，他也不会离婚嫁给你，不是吗？刺激完女主爸爸，我立刻挂断电话，然后将绿茶味小作文截图发给他。我倒要看看女主爸到底帮着情人还是女儿，看他有没有脸再打电话指责我。这一天安安静静，只不过女主爸竟然在傍晚6点早早到家，身后还跟着瑶瑶。懂，小情人跟着大老板找场子来了。但我懒得搭理他们，继续埋头辅导女主做奥数。女主爸站在一旁凝视我们，女主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怯生生叫一句：爸！我拿着戒尺敲桌子：爸什么爸？专心做题！我又瞥了女主爸一眼，你和这女人上2楼玩去，别耽误孩子学习。我听见女主爸呼吸声粗重几分，空气中弥漫着杀气。无所谓，鸡娃妈妈天下无敌，一旦真生气，金主爸爸也敢杀。女主爸没再吭声，白月光摇摇娇低低笑道：李女士，你也太可怕了，哪有这样逼着孩子学习的？玩才是孩子天性，你们这样泯灭天性，真的好吗？你这样，可可亲妈在天之灵都不能安生。我冷笑，对，你这样的才能让孩子亲妈亡灵安生。不过你确实没泯灭薛成义的天性，但有没有泯灭人性就不好说。白月光气得掉眼泪，挽住女主爸胳膊晃来晃去。思妍，你看他，不就是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他干嘛上纲上线给我儿子扣这么一顶大帽子，真的好过分。我笑了，别提帽子，一提我就想到自己头上被你们绿成大草原。求求你们去楼上撒娇吧，学习时间很宝贵，真没时间陪你们演戏。白月光眼泪更凶猛了，看着意中人受如此大委屈，女主爸冷脸开口：林静，你别太过分。
就算之前有点误会，好言好语解开矛盾就是。为什么在微信群里污蔑瑶瑶？我下巴高抬，眼神睥睨，哪一句是污蔑？指出来，我立刻道歉。女主爸瞪着我不说话，他理亏。我拿起戒尺敲打桌面，安思妍，你不行啊！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庭的人。你心里有这个家，有可可吗？你有钱有势，神通广大，明明一打听便知道可可过的是什么日子，可你为了白月光选择无视女儿，你还有脸当爸爸？可可那么小，那么柔弱，亲爸死了，爸爸又偏帮外人，竟然沦落到靠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后妈帮他撑腰，你就一点不内疚？我悄悄戳了戳女主后背，她立刻明白我的意思，捂着脸边哭边喃喃自语：爸爸，我好害怕，我不喜欢薛成义，我不想天天被打，更不想天天被骂时我爸抢走了他爸。女主爸面红耳赤，白月光脸色发白，身子摇摇欲坠，而我正得意，却在女主扑进怀中嚎啕大哭那一刻被电晕过去。疼，骨头缝都疼，短短1分钟，生不如死。系统宿主，这只是第一次警告，请维持恶毒后妈形象，不要多管别人家闲事，更不要让女主爱上你。我被三观不正的系统气得胃疼。爱护儿童人人有责，凭什么让我天天虐待孩子？可没办法，系统是老大，我他妈只能认怂。等我醒来，出乎我意料，女主和她爸都守在我面前，白月光竟然离开了。我瞪了女主一眼，在这里浪费时间做什么？学生主责主业就是学习，立刻马上去打卡。女主满腔热情被我浇了一个透心凉，表情讪讪去学习了。女主爸指责：你态度怎么总是这么强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下自己地位？我长叹一口气，你每天和情人卿卿我我，哪里知道辅导孩子做作业有多痛苦？你若不服，你去辅导一节奥数，再来说态度问题。女主爸真不服输，他去了。10分钟后，他的震天吼差点掀翻屋顶。他气哼哼退出，然后转给我100万。100万！刚刚被电击的疼痛感立刻消失了呢。我似笑非笑，现在还好意思质疑我态度吗？女主爸沉默不语。我正襟危坐，我们正式谈一下。我知道你只信任瑶瑶，顺带信任他儿子薛成义，但可可才是你亲闺女，哪怕你因为不爱他妈连带不怎么爱她，也不得不承认她是你亲闺女。安思妍，算我求你，明天和我去学校一趟，给可可转学吧。私立学校虽有可取之处，但京市最好资源和最优教师都在公立学校。可可的性格更适合和普通孩子们在一起，而不是天天被富二代们欺压。望着我祈求的眼神，女主爸犹豫片刻后终于点头。第2日，他说到做到，陪我去了女主学校。学校自然极力挽留，我便提出到孩子教室看看情况再说。此时正是大课间，孩子们都在打打闹闹，而女主却不见踪迹。仔细寻找，才发现她被以薛成义为首的几个孩子团团围住。安可可跪在地上，脑袋被死死压在地上。薛成义得意洋洋：舔，把本少爷的鞋子舔干净，我就不计较你妈欺负我妈的事情。可可哭着摇头，却被薛成义狠狠打2巴掌。薛成义打人时脸上笑意不减，今天不舔，以后天天让你舔厕所。我火冒三丈，3两步跑过去，一脚将这小杂种踹出5米开外。我脚踩薛成义，同样带上得意笑容：舔，你给老娘把鞋子舔干净，不然我把你妈当小三的事情让全世界知道。这熊孩子不愧是男主，竟然昂着头颅一声不哭，嘴里还嚷嚷：我是薛家大少爷，你敢欺负我，我让你们全家下地狱。搞天梁王破这一套，老娘可不怕。我啪啪给他2个大逼兜子，一把将他高昂的头颅摁在地下。老师下得赶紧来劝架，可可妈妈请冷静，都是小孩子打打闹闹，何必大动干戈？我死死盯着老师，你把学校霸凌美化为打打闹闹，你当我们安家是吃素的？老师表情苦涩，但也没有再拦着我。我招呼女主可可过来，狠狠扇薛成义2巴掌，再踹他2脚。安可可小鹿双眸躲躲闪闪，孩子还是太胆怯。我继续哄，阿姨说过，你是安家大小姐，将来要独立撑起安家一片天，第一步就是要保护自己，遇到恶势力狠狠反击回去，懂吗？安可可紧握小拳头，重重点头，懂。我说他做，对薛成义又打又踢，越打越有勇气，越打越有精神。薛成义从一开始高昂头颅，到后来苦苦求饶。我让安可可继续拳打脚踢，反正以他的力气也打不死人。反而是安思妍看不下去，过来阻拦。他一把将安可可抱在怀里，够了，可可住手！他对我怒目而视，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以暴制暴合适吗？我将可可抢到自己怀里，狠狠瞪了回去。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是默默忍受，还是找人求助？你睁大狗眼看看，连你这个亲爸都不护着他，他还能求助谁？说着说着，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可可也在我怀里，从小声抽泣到嚎啕大哭。没有经过校园霸凌的人永远不知道这种痛，而我懂，我也是从无数次被伤害中才明白，必须打回去才有一线生机。
系统警告：宿主，你再一意孤行，别怪我嘎你腰走，嘎随便嘎，这任务谁爱做谁做。系统见我脾气上来，语气委婉许多：宿主别任性，想想巨额财产，想想亲生闺女，放弃任务多肉疼。我苦笑，就是因为我想到孩子，我才坚持保护可可。我亲生女儿虽是个爱哭爱发小脾气的娇气包，可她努力学习，认真做人，一向以我这个妈妈为骄傲。如果知道妈妈为了钱便对可可的痛苦视而不见，她对我得有多失望。我们大人天天教育孩子要品学兼优，自己就可以为了利益放弃做人基本底线吗？我不是什么圣母，但我做到漠视一个小女孩被如此恶意欺凌。薛成义妈妈接到电话赶来时，我已经被电击到晕倒，学校一片混乱。她见坑我不成，便抱着儿子哭倒在安思妍怀中。等我醒来，只有可可抱着我的脑袋在抽泣，而安思妍则只顾着安慰哭到半昏的白月光。我抱着可可轻声安慰道：可可不怕，有阿姨在，阿姨就算拼命也会护着你，咱们立刻转学，不陪人扎完。可可泪汪汪的眼里全是如沐之情。你不是阿姨，你是我的新妈妈，是这世上唯一对我好的人。我的心酸酸的，眼泪再次涌了上来，紧紧抱住她。对，你就是我亲女儿。人说中这孩子就是太缺爱了，所以才会变得敏感自卑，别人对她一点好就被哄得失去自我。现在我要给她满满的爱，去她的任务，去她的金钱，我才不稀罕。安思妍阴沉的脸望着我们，你们在做什么？我无视他，拉起可可小手。你爸爸和薛成义妈妈是亲密无间好朋友，这里留给他们处理吧，咱俩去给你办转学手续。白月光挑衅看向我，你们打了我儿子还想走？我抱胸冷笑，你在我老公怀里哭唧唧，我都不计较，我们只不过反击熊孩子，几下你就急眼。有本事你跟你老公告状，我立刻把你们两个的照片视频发给你老公。我不怕离婚，但敢问瑶瑶女士，你怕不怕？瑶瑶立刻怂了，再次哭倒在安思妍怀中。思妍，你的女人好过分，她欺负我。围观老师里不知道是谁发出了很大的吸气声，估计也被男主妈的三观吓怕了。安思妍冷冷看着我，不管谁对谁错，你必须先给瑶瑶道歉。我冷笑着，啪啪给她两个耳光，无耻，你根本不配结婚生女。安思妍用力握住我胳膊，却被可可使劲撞了一下。可可哭着吼道：你根本不是我爸爸，你是薛成义爸爸，你放开我妈妈，我以后跟着妈妈生活，再也不想见到你。安思妍松开了我，愣住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将可可护在身后，语气十分平静。安思妍，如果你心中只有白月光和他儿子，那就放过可可吧。你放心，我虽然是后妈，但我这辈子不嫁人，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一定不会再让他明明有家却依旧孤苦无助。我带着可可转身离开，完全不管安思妍神情如何。他的态度不重要了，与其让可可待在这种情感腐烂的家里，不如跟我去过平凡生活。可可顺利转学，从此我们母女两个住在他亲妈留下的中关村某老破小学区房中，完全不再搭理安思妍这渣男。我们小日子很简单，吃饭睡觉学习外加运动，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可可依旧会在做5星难度奥数题时哭唧唧，但我坚决不为所动。笑话，我可是海淀妈妈，不鸡娃不可能的。但我已经把可可当成亲闺女，和风细雨夸赞成了常态，也会认真考虑她承受程度，更会做好长远规划。我也告诉可可，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也未必是最优出路。但作为学生，尤其是胆小的女孩子，学习好能提升自信心，让整个学生生涯更加有价值，也走得更轻松。我没直白告诉她的是，学习好的孩子更不容易被霸凌，我不希望她再次遭遇霸凌。可可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虽然会撒娇叫苦，但行动起来却无比认真，成绩再进步，整个人也开朗阳光许多。可可特别棒，她因为奥数竞赛奖项多，还有英语证书加成，很顺利考上某6小强之一的初中、高中，最后考上京师一所很棒的985大学。虽然没能考上清北，但这已经是可可在极限范围内最棒结果，我们母女二人都很开心，也很满足。这期间，系统已经无数次警告我，但我无所畏惧，大不了就是一死。死前我也要先把孩子培养得自行大方，再不是书中那个因缺爱而放弃自尊的女孩。但很稀奇，系统竟然没有再电击我。我见西西问系统：小统，你3观重塑了，怎么没有继续电击？其实我还真有点怕被提前嘎了腰子，毕竟可可太小，我怕她受不住我突然死去。等她参加工作，你就把我嘎了吧。毕竟这里1年，现实世界中昏迷1天，我也怕我亲生女儿太过担忧。系统电子音有些鄙夷，哼，你任务完成了一团糟，我才不会心慈手软。每到半夜我都电你无数遍，只不过你睡得太熟没感觉而已，我感动哭了，怪不得觉得身体越来越年轻舒坦，原来是小统帮我半夜做了电磁理疗，呜呜，我好爱你。切，我是看女主那么努力才放你一马，明明是个笨蛋美人，却一路哭着学成了985大学生，人生真神奇。不过宿主你别得意，到最后一定让你生不如死。系统放狠话，但我很感动，原来我的小统并不是3观不正的狗东西。但不得不说，世界上3观不正的狗东西还是挺多的。
比如男主薛成义，他学习一般，却因为家里捐了2栋楼，成了可可的同学，还是一个院系。最讨厌的是入学第一天，这渣男就扬言看中了可可。可可入学是我一人去送的，薛成义入学竟然是他爸妈和安思妍3人共同护送。我悄悄问可可，这些年都是你和爸爸联系，他竟然还和瑶瑶在一起，可真够长情的。可可一脸便秘色。不仅如此，2个霸道总裁和这个女人3角恋十分稳定，且男人都处成好兄弟。妈妈你服不服？我服。咱就说瑶瑶绝对是世界女主，想想原书世界，瑶瑶年轻时候是娇滴滴绿茶，年纪大是娇滴滴恶婆婆，自始至终做了什么事情都有2个总裁护着，而最后吃苦被虐的全是我闺女可可。特么的确认过了，我家可可根本不是书中女主，瑶瑶女士才是天选之女。此时安思妍也看到了我们，她犹豫片刻，抬脚向我们走了过来。我和可可对视一眼，提着行李撒丫子开跑。本来还犹犹豫豫慢腾腾的安思妍见状，犯贱一般飞速向我们冲来。她空着手，我们母女大包小包，只能认命停下。安思妍虎着脸，你们跑什么？安可可你能耐了，这么多年竟然不回家，堂堂大小姐不当，跟着这个女人吃苦受累。可可微笑，爸爸您是来送我上学的，我可太高兴了呢。正好我手头缺钱，您给我转100万呗。安思妍脸黑成锅底，钱，电话见面就知道钱，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一点大家闺秀气质都没有。可可笑得更开怀，是的呢，我妈妈教育太失败了，竟然只让我考上985，真的不行。早知道我应该跟着瑶瑶阿姨学习的，多找几个霸道总裁养着，生了孩子不中用就用钱砸，多省心啊。我憋不住笑了，我这闺女越大嘴越贫，如今脸皮比我的还厚。有这样性格，我压根不怕她再成为薛成义的痉挛金丝雀。而我不用忙于鸡娃，也不用担心突然被系统嘎了，从此放心对付薛成义和瑶瑶。他们上辈子虐待可可，这辈子又不顾可可意愿强行追求，还说什么2家合1家皆大欢喜，可去他大爷的！要想干掉男主和他妈，必须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几年我从书中美化过的一些隐隐绰绰的小事入手，陆续收集到薛氏集团偷税漏税、套取银行资金、恶意转移资产等证据，如今一股脑举报给有关部门。家人们，我们虽然平时总骂娘，但大事还是要相信国家。曾经辉煌到不可一世的薛家，呼啦啦顷刻倒塌。期间，瑶瑶哭着求安思妍帮着堵窟窿，看着白月光哭成一团，哭的妆容维持不住，哭到中年老态出现，安思妍的心第一次动摇了。如果是20年前，哪怕10年前，白月光容颜依旧时，安思妍可能会毫不犹豫出手帮忙。可如今，一边是自己辛苦打下了一片天，一边是顶多算半老徐娘风韵犹存的白月光，安思妍最终选择了利益为大。不过她终究不忍心爱过多年的白月光沦落街头，便将她和薛成义接到了家中养着。薛氏垮台，薛成义也被退学，骄傲大少爷一夜之间沦为依附他人的乞丐，落差之大可以想象。有落差又拎不清现实，薛成义在安家竟然还想着作威作福，最终被扫地出门，后来不知所踪。过了大半年，才在乡下一处枯井内找到尸体。据说是薛家作孽太多，其中一家5口差点被灭门，留下唯一一个女儿长大后回来复仇，色诱绞杀了薛成义。之后瑶瑶彻底疯魔，日夜哭到喊打喊杀，1个月后被安思妍送入精神病院，从此更加暗无天日。而此时安思妍像是突然醒悟，回头来求可可回家住，说什么父女情深，以后再不受他人挑拨之类。可可如今忙着支教后保研的事情，哪里有功夫搭理安思妍这狗爸？于是安思妍无奈之下只能找上我，眼里竟然流露出一抹深情。林静，这些年是我糊涂，是我对不住你和可可，你打我骂我都行，我们毕竟还是夫妻，可可更是我唯一的女儿，再大误会也该接过去了，是不是？求你了，带可可回家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们。我抱胸冷笑，你对瑶瑶一往情深不假，可你这些年小情人也不少吧？你就没想想为什么生不出其他孩子？安思妍对我怒目而视，是你搞的鬼，怪不得我这么多年想人给我生儿子却没成功，原来是你这个贱货！我大笑，你可真逗，咱俩虽然没离婚，但多少年都没见面了，我怎么害你？这是我还是听薛成义那边录出来的，好像是他妈下的手，为的是把安家财产也变成姓薛的，好像他爸也掺和了。你想啊，但凡是个男人能忍受妻子和别人常年勾三搭四，何况瑶瑶老公是什么脾气你也知道，可为什么他突然拿你当兄弟？你品，你细品，瑶瑶手段也没多高明，只是安思妍从来不防备，只要随便一想也能有些头绪。安思妍都不用细品，他已经崩溃了，他跑去疯人院，差点和瑶瑶同归于尽，没死成，可惜了。不过可可还是趁势接管安氏集团部分业务，研究生一毕业就彻底取代了安思妍。我的可可终于彻底摆脱了书中命运，不再是依附男人的金丝雀，不再是被虐待的痉挛，她是万丈光芒、自信自强的女总裁。而我也终于可以安心离开。
这一夜，我紧紧抱着可可，好孩子，你终于长大了，妈妈也可以放心离开了。可可哭得像个孩子，妈妈，我不要你离开，我想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你永远是我最亲的妈妈。我边哭边笑，将书中世界简单说了一遍，最后帮她擦掉泪水。傻可可，妈妈只是你亲妈求来的一颗流星，妈妈的任务就是帮宝贝长大成人。现在的你这样棒，已经不需要妈妈了，妈妈也该回去养自己的小星星了。可可痛哭流涕，妈妈不是流星，妈妈是我的太阳。可可宝贝，你也是妈妈的太阳，妈妈很高兴能和你母女一场。等我再次醒来，看到了我的宝贝女儿，虽然只有10几天未见，但恍如多年。我紧紧抱住女儿，女儿也哭着回抱住我。妈妈，你终于醒过来了，我真的好害怕，没有你的每一天都暗无天日。我以后都好好学习，乖乖做作业，求求妈妈不要再生病好不好？我抱着女儿亲了又亲。不，我家宝贝已经很听话很懂事了，明明是妈妈不够好，妈妈不应该总打着为你好的名义逼你学习，以后咱们放慢速度慢慢来，你不要怪妈妈太鸡娃就好。我这次带回来的钱并不多，因为我把9%作为罚金上交系统，但足够让我们本着小康的生活更加好过。女儿抱着我亲了又亲，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当然知道妈妈鸡娃是真的为我好，我才不怪妈妈。别人有一个女儿就很幸福，我有2个很懂事很棒的女儿，超开心。我们母女是彼此的太阳，一同成长，互相温暖。我亲了亲女儿，对着遥远天空微笑。我爱你们，我的女儿。